你需要30秒，哪怕只有30秒的安静，去回一封讯息，去上个厕所的时候，把手机或平板交到孩子手上，是不是全世界最快、最有效的解法？我懂，真的，那瞬间的宁静，有时候就像救命稻草。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萤幕时间，长期来看有它的坏处。但如果有一种方法，一种神奇的魔法，不只可以让你理直气壮地拥有属于自己的 me time， 还能同时促进宝宝的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是创造力，你想不想学？这个魔法就叫做独立玩耍。嗨，我是 Celia。我不是育儿专家，但我跟你一样，是一个凡事都想为孩子做到最好的妈妈。为了找到这个能解放双手又能对孩子好的方法，我真的把市面上的育儿书和科学研究都翻遍了。今天我会把所有最精华的内容一次跟你说清楚。你一定也试过把一堆玩具丢给宝宝，然后双手合十，用最诚恳的语气说：“宝贝，去自己玩哦，妈咪要去忙一下。”结果你前脚刚踏进厨房，他就抱着你的大腿出现了。你的挫败感是不是瞬间满到天灵盖？你会想，是不是我的孩子特别粘人？是不是我买的玩具不够好？停，都不是，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宝宝太粘人。真相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全都搞错了。独立玩耍，它从来都不是一种天赋，它是一项需要被刻意教导的技能，就像学游泳、学骑脚踏车一样，没有人天生就会。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要成功教会这项技能，我们需要先打好2个最重要的地基，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打造你的游戏天堂。第一个基石是创造一个 yes space， 一个可以的空间。你想象一下，一个完全安全的空间，里面没有你需要担心的易碎品，没有危险的插座或尖角。在这个空间里，宝宝可以为所欲为。他想啃那个固齿器 ，yes； 他想把所有积木都导出来 ，yes； 他想在软垫上滚来滚去 ，absolutely yes。在这个空间里，你终于不用再像个警察一样跟在他屁股后面，每3秒钟就喊一次“不可以，那个很危险，住手”。你的耳朵里不再充满你自己的制止声，取而代之的是孩子满足的咿咿呀呀和玩具碰撞的清脆声响。这个空间可以是一个改造过的房间，可以用安全围栏在家里隔出一个角落，甚至可以像我一样，直接清空厨房最下面的1-2个抽屉和橱柜，放满安全的玩具和餐具。这样，当我在煮饭时，他就能在我的脚边拥有一个专属于他的、可以尽情探索的 Yes Space。好，空间准备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第2个基石——玩具的断舍离策略。很多妈妈会以为要让孩子自己玩久一点，玩具是不是要越多越好？错，大错不对。恰恰相反，在独立玩耍的世界里，少即是多。你试着回想一下，走进一间有上百道菜的自助餐厅，跟走进一间只提供4道精致料理的米其林餐厅，哪一种体验你更能专注品尝每一道菜的滋味？孩子的世界也是一样的。当他被淹没在玩具的海洋里，他的大脑会因为选择过多而宕机，他会像一只蜜蜂，在每一朵花上只停留0.5秒，看似很忙，却从未真正深入。所以我们的策略是重质不重量，一次只提供大约4种玩乐体验。注意，我说的是体验，不是数量。比如1篮积木算1种，1套半家家酒的蔬果算1种，1本布书算1种，几只动物模型算1种，就这样4种够了。玩具越少，干扰越少，孩子玩得越深。这里就要带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就是开放式玩具和封闭式玩具的差别。封闭式玩具，我喜欢叫它单极短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种按一下肚子就会唱歌跳舞的娃娃，孩子一按，玩具就开始表演，孩子是观众。这个表演很精彩，但它永远只有那一套剧本。孩子看个3-5次，新鲜感没了，这出短剧就播完了，玩具也就被打入冷宫了。而开放式玩具，它更像是无限可能的剧本生成器，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积木、粘土、磁力片，或是没有任何功能的纯粹小人偶。这些玩具本身什么都不会，他们没有剧本，他们在等待一个导演，而你的孩子就是那个导演。当你给他一篮积木，他今天可以用它盖出全世界最高的台北101，明天可以造出一艘准备冲向宇宙的太空船，后天他又可以变成恐龙的家。每一次玩都是一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首映会。在这样的玩乐中，他的想象力、他的解决问题能力、他的专注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建构起来。所以在你为他准备的那4种玩乐体验中，请尽量确保大部分都是像积木这样的开放式玩具。最后，关于玩具还有一个秘诀：定期轮换。你不需要一直买新玩具，你只需要一个储藏箱，把家里大部分的玩具都收起来，每隔1个礼拜，就像变魔术一样，从箱子里拿出几样新玩具，替换掉孩子玩腻的旧玩具。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被打入冷宫2周的玩具，当它重出江湖时，在孩子眼中，它就跟刚从玩具店买回来的一样闪闪发光。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的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个让宝宝可以安心探索的角落？或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超赞，宝宝一玩就可以玩很久的开放式玩具？在下面留言，跟所有正在这条路上努力的妈咪们分享一下吧。好，现在你的 Yes Space 准备好了，你的玩具精兵也挑选完毕了。你可能以为万事俱备，可以功成全退去泡杯咖啡了。不，最关键也最反直觉的一步，现在才要开始。那就是想让他自己玩，你得先陪他玩。你一定在想，等等 Celia，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花了这么多力气，目标不就是他自己玩吗？怎么又要我陪他玩？没错，你的目标完全正确。但在孩子能独立走上那条探索之路前，你必须是那个点燃火把、照亮前方道路的引路人。你需要亲自示范，告诉他这些玩具到底有多好玩，点燃他心中那团名为好奇心的火焰。这是为接下来成功的独立玩耍铺上最后一里路。这就带我们进入了今天最核心的部分——黄金3步骤，手把手教你如何真正启动独立玩耍。第1步，示范与启动。你要做的不是把玩具交给他，然后转身离开，而是跪下来或坐下来，跟他待在一起，然后自己先玩起来。你一定在想，等等 Celia，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花了这么多力气，目标不就是他自己玩吗？怎么又要我陪他玩？没错，你的目标完全正确。但在孩子能独立走向那条探索之路前，你必须是那个点燃火把、照亮前方道路的引路人。你需要亲自示范，告诉他这些玩具到底有多好玩，点燃他心中那团名为好奇心的火焰。这是为接下来成功的独立玩耍铺上最后一里路。这就带我们进入了今天最核心的部分——黄金3步骤，手把手教你如何真正启动独立玩耍。第1步，示范与启动。你要做的不是把玩具交给他，然后转身离开，而是跪下来或坐下来，跟他待在一起，然后自己先玩起来。你一定在想，等等 Celia，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花了这么多力气，目标不就是他自己玩吗？怎么又要我陪他玩？没错，你的目标完全正确。但在孩子能独立走上那条探索之路前，你必须是那个点燃火把、照亮前方道路的引路人。你需要亲自示范，告诉他这些玩具到底有多好玩，点燃他心中那团名为好奇心的火焰。这是为接下来成功的独立玩耍铺上最后一里路。这就带我们进入了今天最核心的部分——黄金3步骤，手把手教你如何真正启动独立玩耍。第1步，示范与启动。你要做的不是把玩具交给他，然后转身离开，而是跪下来或坐下来，然后自己先玩起来。对，你没听错，你自己玩。你拿起积木，开始投入的堆叠，你可能会发出赞赞的声音，
哇，你看，我盖个一个小城堡。你拿起半加假酒的草莓，假装吃一口，好甜，好好吃哦。你的投入就是最强的广告，孩子会被你的专注所吸引，他会想，妈咪在玩的那个东西看起来也太好玩了吧。当他靠近，表现出兴趣时，你就可以顺势引导他。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我们一起来盖一个更高的塔，给他一个清晰的、可以立刻上手的起点。第二步，设定清晰的预期，这是整个流程的灵魂。当你看到孩子已经开始投入了，这时候你就要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视觉化计时器。为什么是视觉化？因为一个1岁、2岁甚至3岁的孩子，对5分钟、10分钟这种抽象的时间概念是完全无感的，但他看得懂一个红色的圆饼正在一点一点变小，他看得懂沙漏里的沙子正在一点一点往下掉。这个看得见的时间给了他一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拿出手机，打开一个计时器 App， 然后用非常平静且坚定的语气跟他说出你们的约定。这个沟通会根据孩子的年龄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对一个1岁半的宝宝，你的沟通剧本可能是这样的：你蹲下来，视线与他平行，指着计时器温柔地说：“宝宝，你看，妈咪要去旁边煮饭喽。你看这个橘色的圈圈，指着计时器，它会慢慢不见。等它不见了，发出叮的声音，妈咪就回来抱抱你。现在你先自己玩这个积木，叠高高，好不好？”话要短，要具体，要搭配手势和温暖的表情。但如果对一个4岁的孩子，你的剧本就可以更像一场合作挑战了。你可以说：“宝贝，接下来的15分钟是妈咪的工作时间，同时也是你的乐高大师挑战时间。你看这个计时器，在它响之前，我们约定好，妈咪需要专心完成我的事，你也需要专心盖好你的太空船。等我们都挑战成功，我们就一起吃点心，然后读你最爱的那本恐龙书当做奖励。你觉得这个计划棒不棒？”你给了他一个目标、一个约定，还有一个充满期待的奖励。第3步也是关键中的关键，从为成功开始。好了，计时器设定好了，约定也说好了。那第一次到底要设定多久？1小时、半小时、15分钟都不对，答案是2分钟。你可能会笑出来，2分钟，我上个厕所都不止2分钟。但请相信我，这一步决定了你是走向成功还是重蹈覆辙。我们第一次的目标不是要换取多长的自由时间，而是要创造一次绝对会成功的完美体验。我们要的是在这短短的2分钟内，孩子完全投入，没有哭闹，没有来找你。然后计时器叮的一声响起，你立刻马上第一时间放下手边所有的事，冲到他身边，用最热情的拥抱和赞美告诉他：“宝贝，你好棒，你完成了自己玩的挑战。”我们要为他的大脑创造一个正向的、美好的神经连结，让他潜意识里觉得，哦，原来自己玩是这样一件开心，而且会被妈妈大大称赞的事。这就像为他的大脑安排一场完美的第一次约会，必须短暂、美好、零压力，让他对独立这件事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而不是一次设定了15分钟，结果你在第5分钟、第8分钟、第12分钟不断地去提醒他、安抚他，最后在挫折中收场的失败经验。从成功的2分钟开始，明天你可以挑战3分钟，后天5分钟，慢慢的像健身一样逐步增加时长。你会发现孩子的专注力肌肉就这样被你一点一点地锻炼起来了。说到专注力，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到底能自己玩多久，其实是有一个黄金公式可以参考的。这个公式就是孩子的专注力时长大约等于他的年龄乘以2到3分钟。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很多儿童发展心理学家观察到的普遍规律。这意味着什么？一个2岁的宝宝，他对单一玩具的专注力极限大概就是4到6分钟；一个4岁的孩子大概是8到12分钟。
当你理解了这个公式，你就不会再对一个2岁的孩子抱有他能自己玩半小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也不会再因此而焦虑了。从成功的2分钟开始，明天你可以挑战3分钟，后天5分钟，慢慢的像健身一样逐步增加时长。你会发现孩子的专注力肌肉就这样被你一点一点地锻炼起来了。说到专注力，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到底能自己玩多久，其实是有一个黄金公式可以参考的。这个公式就是孩子的专注力时长大约等于他的年龄乘以2到3分钟。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很多儿童发展心理学家观察到的普遍规律。这意味着什么？一个2岁的宝宝，他对单一玩具的专注力极限大概就是4到6分钟。一个4岁的孩子大概是8到12分钟。当你理解了这个公式，你就不会再对一个2岁的孩子抱有他能自己玩半小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也就不会再因此而焦虑了。这个公式不是给你压力的 KPI， 它是让你放下焦虑、设定合理期望的指南针。现在我们来做一道数学题。如果你的2岁宝宝他的 Yes Space 里有我们前面说的4种不同的开放式玩具，他玩积木玩了5分钟腻了，转头去玩扮家家酒又玩了5分钟，然后他发现了那本布书摸了摸又花了5分钟，最后他拿起动物模型开始帮他们排队，又是一个5分钟。你算算看，5乘4等于20，理论上你将有机会获得长达16到24分钟的完整的不打扰的黄金自由时间。这是不是突然让你觉得充满了希望？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最后我想做一个快速的总结，并告诉你通往这条自由之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心法。回顾一下我们的路径，首先打造一个让你能放心放手的 Yes Space， 接着执行聪明的玩具断舍离策略，记住少即是多，开放式玩具才是你的 MVP。然后是最反直觉的一步，在放手前先投入地陪玩，点燃他的兴趣。再来启动我们的黄金3步骤，示范玩法，用视觉计时器设定清晰预期，以及从保证成功的2分钟开始，同时心中默念我们的专注力公式，设定合理的期望。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最后一个关键词：坚持。这不会一夕之间发生，可能会有反复，可能会有不顺利的一天，但只要你把它当成一项日常练习，每天规律地提供孩子练习独立玩耍的机会，哪怕一天只有5分钟，我向你保证，你很快，真的很快，就会看到那个让你无比欣慰的画面。你在客厅的一角安静地喝着咖啡，而你的孩子在不远处的地垫上快乐专注地沉浸在他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下一集我们要来聊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如何正确地赞美孩子。我们都习惯说你好棒，但你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研究，这种赞美方式可能反而会害了他。下一集我会跟你分享到底该怎么说才能真的鼓励出一个有自信、有成长心态的孩子。最后也提醒你，这类深入的育儿内容制作很花心力，也可能随时会消失。这个公式不是给你压力的 KPI， 它是让你放下焦虑、设定合理期望的指南针。现在我们来做一道数学题。如果你的2岁宝宝他的 Yes Space 里有我们前面说的4种不同的开放式玩具，他玩积木玩了5分钟腻了，转头去玩扮家家酒又玩了5分钟，然后他发现了那本布书摸了摸又花了5分钟，最后他拿起动物模型开始帮他们排队，又是一个5分钟。你算算看，5乘4等于20，理论上你将有机会获得长达16到24分钟的完整的不被打扰的黄金自由时间。这是不是突然让你觉得充满了希望？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最后我想做一个快速的总结，并告诉你通往这条自由之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心法。回顾一下我们的路径，
首先，打造一个让你能放心放手的 Yes Space， 接着执行聪明的玩具断舍离策略，记住少即是多，开放式玩具才是你的 MVP。然后是最反直觉的一步，在放手前先投入地陪玩，点燃他的兴趣。再来启动我们的黄金3步骤，示范玩法，用视觉计时器设定清晰预期，以及从保证成功的2分钟开始。同时，心中默念我们的专注力公式，设定合理的期望。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最后一个关键词：坚持。这不会一夕之间发生，可能会有反复，可能会有不顺利的一天，但只要你把它当成一项日常练习，每天规律地提供孩子练习独立玩耍的机会，哪怕一天只有5分钟，我向你保证，你很快，真的很快就会看到那个让你无比欣慰的画面。你在客厅的一角安静地喝着咖啡，而你的孩子在不远处的地垫上快乐专注地沉浸在他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下一集我们要来聊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如何正确地赞美孩子。我们都习惯说你好棒，但你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研究，这种赞美方式可能反而会害了他。下一集我会跟你分享，到底该怎么说才能真正鼓励出一个有自信、有成长心态的孩子。建议你先下载或分享给身边需要的妈妈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